活了5亿年的木乃伊穿过博士的身体，朝着西装男缓缓走去。66秒后，木乃伊将夺走这个男人的生命。博士让他描述木乃伊的长相，因为只有遭受诅咒的人才看得见这只怪物。身高1.8米，浑身缠满绷带，并且化了很浓的烟熏妆。还不够，再详细些，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拯救下一个受害者。什么？下一位？难道你不打算救我了？博士冷血地说。看看右下角的倒计时，你的死。Zero。这已经是东方列车上的第4起命案。第1位受害者是阿加莎女士，第2位是个厨师，第3位是个士兵。所有遭受诅咒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在看到木乃伊后的第66秒离奇死去。没人知道如何化解木乃伊诅咒，只能祈祷厄运不要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调取受害者的资料发现，阿加莎女士100多岁，厨师患有罕见的血液病，士兵植入了人工肺，西装男倒是身体健康，只是在一场车祸后得了恐惧症。看来这个木乃伊并不是随机杀人。博士推测，他肯定能通过某种手段监测人体状况，并挑选相对脆弱的作为目标。听完这通分析，列车长慌了。他曾参加过战争，患有心理创伤。话音刚落，车厢内的灯光莫名闪烁。博士感觉这66秒也太精准了，这玩意儿一定不是幽灵，而是某种远古科技。到底什么东西要花66秒来充能呢？他拿出仪器扫描了列车长的身体，发现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能量都被吸光。原来这个怪物靠着吸收人体能量存活了几万年，而吸收能量的过程正好需要66秒。经过推算，下一个受害者是患有抑郁症的小美。博士急忙拿出扫描仪收集小美的负面情绪，就在木乃伊发起攻击的那一刻，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接着木乃伊在小美眼前消失了，并朝着博士的方向缓缓走来。博士显得异常激动。博士一边口嗨，一边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细节。他发现木乃伊身上的符号和身后旗帜上的符号一样，因此推断木乃伊曾经是一个士兵，在一场远古战争中死去，之后被一群疯狂。博士从灰烬中找到一个仪器，看来这玩意儿才是罪魁祸首。它是全宇宙最奇葩的生物，当你看向它时，它就在那里。可只要你的视线一离开，可怜的女人就这样被烧成了灰。这个怪物名为寂静，潜伏地球已有数万年之久。他们观察并控制着人类社会，就连赫赫有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都是他们一手策划的。没人知道寂静的存在，因为没人能够记起他们。寂静还有一项特殊能力，它能操控人的潜意识，让你不由自主地按照它的命令行事。如此强大又可怕的生物，真的就无敌了吗？这个女孩想到了一个办法，她用手机拍下了寂静的照片，并询问对方艾米惊恐地冲出卫生间，但立刻她就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只隐约记得有件重要事情必须要告诉博士。可究竟是什么事呢？博士几人乘坐塔迪斯穿越到1969年的阿波罗时代，跟随一串神秘信号，他们来到了一座废弃的仓库，并在这里发现了外星设备和许多宇航服。这时，一个下水道引起了宋姐的好奇，她下去查看。宋姐可不是一般人，她意识到自己的记忆有缺失，决定再下去一趟。这次萝莉也跟了上去。寂静们已经不在了，两人往深处走去，发现了一个维修舱，看上去有几千年的历史。进去一看，里面是一个大型控制台，他们的闯入触发了警报系统。萝莉赶紧出门查看情况，宋姐则从外星设备上了解到，这种隧道遍布全球，外星生物在我们身边蛰伏了已有长达数千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寂静并未对他们出手。回到塔迪斯，博士意识到这次将要面对的是迄今为止最为强大的敌人，名为寂静的怪物几乎无处不在，却又无人知晓。他们只能用在身上做记号的方式提醒自己遇到了几只，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寂静还拥有类似催眠的能力，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潜意识会被下达一个指令，清醒后就会理所当然的去实施。博士在众人手上植入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一旦遇到寂静就立刻激活它。几人分头寻找寂静的踪迹，在一所孤儿院里，艾米感受到了诡异的气息，突然门被关上，而自己手掌中亮起了红色的光芒。艾米紧张地四处寻找出路，却发现自己满手满脸全是标记。她细思极恐，缓缓抬头向上看去，只见无数的寂静倒挂在天花板上，并不断发出低沉的嘶吼。艾米强忍恐惧，边盯着他们边向外走去，但一不小心踢到铁桶，惊醒了一只寂静。另一边，卡顿也遭遇了寂静，他问怪物：“你们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武器？”怪物低声说道：“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自从有火和轮子的时代，我们就开始统治地球，奴役你们人类并不需要武器。”话音刚落，此时博士也赶了过来，他问受伤的怪物：“这时电视台正在直播阿波罗11号准备登月的场景。博士突然灵光一闪，他让卡顿不断刺激受伤的怪物，并用手机录制画面。博士成功收到了这段录像。5天之后，人类迎来了第一次登月，这是一场全球直播。Ready. One small step for man.
一瞬间，全人类都收到了杀光寂静的指令，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举起武器，对准了潜伏在身后的寂静。他是宇宙中最后一只毒星兽，一旦探测到谁有犯罪意图，便会立刻吃掉他的大脑。没错，连头盖骨一块吃掉。可就是这样一头强大的怪兽，却是一家银行的走狗。在他的帮助下，这家银行成了全宇宙公认的最安全银行。据说银行金库的最底层藏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而今天，博士打算挑战这所无坚不摧的银行。他请来2名得力助手，一位是改造人小哥，其大脑相当于一台超级电脑；另一位可厉害了，变种人黑姐，能够通过触摸变成任何人。4人伪装成客户潜入了克索斯银行，突然警铃大作，一头似牛非牛的怪物走了出来。博士暗暗心惊，自己活了2000岁，也从未见过如此奇葩的生物。更让他懵逼的还在后头，只见怪物伸出长了眼睛的触角，释放出一道道声波，强烈的音波震碎了一名客户的大脑，随后被怪物吸食。原来是这个倒霉蛋提前暴露了犯罪意图，替他们挡了枪。4人进入自动服务区，在地板上炸出了一个虫洞，之后安全抵达银行保险库。不想再穿过一条通道后，却碰上了毒星兽。黑姐被探测到犯罪思想，顿时无法动弹，这下她的大脑也要保不住了。为了减少痛苦，博士不得已递给她一个原子粉碎器。黑姐按下开关，瞬间被分解得无影无踪。来不及悲伤，3人继续前行，很快抵达了地下金库的入口。但这里的安保机制更为复杂，改造人需要时间来破译密码。与此同时，毒星兽被银行放出，逮捕3人。克拉拉被抓住了。为了救她，改造人把历史上所有罪大恶极之人的资料全部下载到大脑里，以吸引毒星兽的注意。这招果然奏效，毒星兽改变了攻击目标。就这样，改造人小哥第2个领了盒饭。但现在博士2人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没了小哥的技术，金库的最后一道门锁将无人可以打开。正当他们垂头丧气之际，空中传来一声巨响，这个星系发生了超级太阳风暴，并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逼近。即使全宇宙最安全的银行，也无法抵御这场灾难。安保系统被损坏，博士成功进入金库。然而还没高兴2秒，毒星兽突然出现在面前，2人被当场拿获。主管决定将他们直接火化，命令保安把他们带到了焚化炉。可下一秒，保安解开了他们的手铐，眼前居然是变种人和改造人。原来他们并没有死去，只是被原子粉碎器传送走了。4人来到金库最底层，这里藏着一个女人，正是银行行长。眼看太阳风暴即将毁灭这颗星球，行长带着一些财宝赶紧逃命了。博士打开一扇隐秘的大门，里面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也是这家银行的终极秘密。另外一头毒星兽，原来行长为了敛财，绑架了雌兽，并胁迫雄兽为己所用，最终导致了这一种族的灭亡。博士乘坐塔迪斯穿越时空，是为了阻止这场悲剧。故事的最后，2只毒星兽回到了曾经的家园，过上了平静安宁的幸福生活。这个女人有多霸道？只见她拿起火箭筒，瞄准呼啸而过的飞机，一枪爆头后，女人微微一笑，满意离去。其实她并不是人类，而是扎贡人，一种善于变形的外星种族。由于母星被毁，他们试图征服地球，重建家园。世界范围内存在着2000多万的扎贡人，伪装成人类模样伺机而动。这个变成克拉拉的扎贡人名叫邦尼，他深知想占领地球，首先要解决掉博士这个大麻烦。邦尼追踪到博士乘坐的飞机，他一边以克拉拉的身份与其通话，一边扛起火箭筒开始瞄准。博士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I'm sorry。画面一转，真正的克拉拉身处扎贡胶囊中，她被困异世世界，无法苏醒。眼瞅博士就要被轰成渣渣，克拉拉猛地一推，远方的邦尼受到影响，第一枪打偏了。他不紧不慢补充弹药，再次瞄准。克拉拉在意识中与邦尼不断抗衡，不让他扣动扳机，奈何意识能力有限，导弹还是发出了。克拉拉心都碎了，可当他仔细看向电视屏幕，发现有2个降落伞飞了出来，死里逃生可是博士的拿手好戏。认为博士已经被干掉的邦尼心情大好，这个男人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岂料刚回到家，陌生女人也尾随了进来。邦尼举起双手，嘴里念念有词，男人如遭雷击，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他的身体似乎发生了某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痛苦地向路人求救，可人们只是冷漠地看着他。邦尼录下了这诡异的一幕。原来在扎贡人内部存在好战派与反战派，邦尼是好战派的首领，他不允许族人有与地球人和平共处的念头，他要让所有向往和平的扎贡人显露原形，被迫加入反叛军。事态愈发紧张，人类这边也做出了反击。亿万文明入侵研究小组领导人卡特调查到反叛军老巢的位置，安排手下进行轰炸。然而负责远程遥控轰炸的队员不知为何却停了下来，他在那里看到了一对父子，正是她丈夫和儿子的模样。尽管那很可能是扎贡人变的，队员还是不敢赌。情感是人类的死穴，这就是扎贡人的可怕之处，他们能任意变成你的亲人朋友，甚至是你养的宠物，让你下不去手。在博士的建议下，
上校决定带领一支小队偷偷潜入扎贡老巢。他提醒队员们，怪物十分狡诈，注意仔细分辨。部署完毕，就在士兵准备正面突破时，房门打开，一个老妇人走了出来。此人正是队长的母亲。她表示这完全是一场阴谋，我是被你们的领导抓到这里的，请救我们出去。就在士兵们不知所措时，其他队员的家人孩子陆续走出，拜托他们进屋看一下，说真相就在里面。这群人说的情真意切，士兵们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们放下了武器，准备进屋看看所谓的真相。一旁的上校厉声阻止，却不起作用。气愤的两人绕到房子后门，也跟了进去，可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士兵们已经变成了一团团像头发一样散发出恶臭的东西。这所学校有种神奇的炸薯条，学生吃完后成绩突飞猛进。博士偷偷潜入调查真相，却发现学校里许多老师根本不是人。更让人汗毛炸起的是，幕后黑手意图利用学生的大脑，破解传说中的造神公式，成为控制整个宇宙的神。博士该如何化解这次的危机？课堂上，新老师发现这里的学生有点聪明过了头，不但能秒算5位数的乘法， 65,983 times 5 329,915. 甚至掌握了远超这个时代的知识。 How'd you travel faster than mine? My hands in the quantum tunnel have left your factor of 36.7 recurring. 更为恐怖的是，这样的学生学校里遍地，人赶紧离开，却还是惊动了其中一只怪物。第二天，博士把从食堂里偷出来的铀交给机械狗 K9 检测，经过分析，这是克利坦星的铀。博士顿感不妙，克利坦人是个十分难缠的外星种族，他们会通过掠夺其他种族的器官，不断进化自身。上次见到他们还是长脖子怪，现在已经成了巨型蝙蝠。博士找到校长，以时间领主的身份劝他们离开地球，无论你有什么阴谋，请趁早收手。校长很嚣张，说自己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计划。当两人下次见面时，博士也将归顺，成为他们的一员。刚刚离开，校长便召集来所有同伴，决定开展计划的最终阶段。 The time has come, my brothers. Today we shall become gods. 他们先是封锁了学校，再把所有学生集中到机房，数千名学生组成计算机阵列，破解着某种密码，如同行尸走肉般飞快敲击着键盘，而电脑上不断滚动着的是一串串外星符号和文字。看着大屏上运行的数据，博士冷汗直流，那分明就是传说中的造神公式，也叫斯凯西范式。 They're trying to crack the Scasis paradigm. Scasis what? The Godmaker, the universal theory. Crack that equation, you've got control of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universe. Time and space and matter, yours to control. 破解造神公式最重要的一点是创造力。克利坦人利用那种由强行开发的学生的大脑，把他们变成了超级计算机。一旦公式被解开，学生们便会沦为植物人。校长再次出现，并邀请博士加入自己的阵营。他诱惑博士，只要破解了造神公式，就能让被灭族的时间领主一族复活。而博士的人类伙伴们也将拥有永恒的生命，常伴他左右。博士再也不用担心失去重要的人。面对这样的条件，博士犹豫了。 I could save everyone. Yes. I could stop the war. 身后的莎拉提醒道：“宇宙必须向前发展，如果没有痛苦，那快乐也就毫无意义。万物皆有始，万物皆有终。”博士知道该怎么选了，他拿起椅子砸碎了计算程序。校长发出愤怒的嘶吼，手下的克利坦人全都显露出了原形，对博士几人展开追击。危急关头，机械狗 K9 发挥了作用，释放出一道道激光掩护众人撤离。博士忽然想到克利坦人被油烫伤的事，那些油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致命的有毒物质。几人来到厨房找油，可所有的油桶都被封死，无法开启。K9 有个主意，他能用激光打穿油桶。博士明白他的意思，让其他人先行离开，自己与 K9 殿后。然而当博士把所有油桶摆好， K9 却说他在刚刚的战斗中消耗了太多能量，现在仅剩一发激光，并且只有紧贴油桶发射才能发挥最大效果。这也就意味着他将与克利坦人同归于尽。 Why can't let you do that? No alternative possible, Master. Goodbye, old friend. Goodbye, Master. You good dog. Affirmative. 等到敌人追到厨房 ，K9 立刻击穿了油桶。 紧接着 K9 自爆与怪物们同归于尽，事情解决了。博士驾驶着时间机器开始了新的冒险。地毯下似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把女人一点一点拖了进去。同伴听到尖叫声赶了过来，却只看到墙壁上的一幅神经系统二维图。 A nervous system. 两人意识到危险，想赶紧离开，可看不见的二维生物再次发起了攻击，门把手瞬间变成了一幅油画。克拉拉两人被困在了这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一旁的沙发迅速坍缩，很快被二维空间吞噬，整个房间也在逐渐二维化。两人赶紧跳上吊椅，用力一摇，从窗户逃了出来。因为受到维度影响，博士的塔迪斯变得格外小，克拉拉不得已只能把它装进背包里。为了寻找破解之法，两人来到一个桥洞，这里的墙面上画满了诡异的人形涂鸦。博士告诉克拉拉，墙上那根本就不是画，而是被二维生物降维打击后活生生的人类。话音刚落，壁画竟然活了过来。
他们缓缓转过身体，面容变得扭曲而又丑陋，紧接着融化成一滩像水一样的液体，在地面上流动着，追杀人类。敌人既恐怖又强大，他们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几人来到地下通道，想从另一个出口逃走，可出口上的门把手也被平面化了。突然，从后方伸出一只巨手，将一名光头男抓住，直接拽进了二维世界。紧接着，二维生物在吸收了足够多的能量后，进化成了3维实体。危急关头，博士递给克拉拉一个刚做好的仪器，它是反2维装置，能够重建维度。果然，门把手恢复了原样。几人打开门逃了出去。为了防止2维生物追来，机智的克拉拉通过反向操作，再次将门把手变成了平面。可万万没想到，2维生物已经进化，他们能熟练控制维度能量。不但如此，还能幻化成失踪者的模样行动。这下可大事不好了！更糟的是，逃跑过程中，塔迪斯不慎跌落，掉到了铁轨上。博士打开门一看，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正迎面而来。塔迪斯能量不足，无法移动。博士危在旦夕，好在他灵机一动，开启手动模式，将右手伸出门外，先是将塔迪斯扶正，然后用手指一点点往外挪。眼看火车越来越近，博士终于成功逃离。可就在他翻越土堆之时，一个站立不稳塔迪斯倒在了铁轨上。千钧一发之际，博士赶紧启动封锁装置，随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博士莫名断线，克拉拉担心不已，他用音速起子制造红灯，逼停了火车，向列车员说明情况后，开启了火车的无人驾驶模式，并撞向了那些2维生物。可遗憾的是，整列火车最终也难逃厄运，变成了一张平面。紧接着，2维生物从地底爬了出来，一步步朝几人逼近。逃跑过程中，克拉拉捡到了一个方盒子，正是封锁后的塔迪斯。到底怎样才能救出博士呢？他想到一个办法，将2维生物引到一扇门前，再跟其他人躲在门的上方观察。2维生物跟之前一样，释放出维度能量，想要将平面上的门把手恢复成3维。但他们哪里知道，这真的就只是一张平面画而已。他们永远也无法将一扇假门恢复成3维状态。门后的塔迪斯源源不断地吸收着2维生物释放出的能量。没过多久，注满能量的塔迪斯逐渐恢复正常形态，然后旋转着来到2维生物面前，并释放出引力场将它们全部弹开。博士窝了一肚子的火，愤怒地走出塔迪斯。I'm sending you back to your own dimension. Who knows?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This plane is protected. I'm the doctor. 接着，博士就将这群滥杀无辜并且违背了空间维度法则的生物送回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